好，我们今天讲中药的用量比例，还有煎服的方法哦。我们会用桂枝甘草汤为例给大家细致过一遍。那我们在临床和家里怎么自己煮药？那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 SOP 来的，也就是其他方子也一样适用但是有的是因方则异的使用要点那我们也会特别的强调。好，那我们看原文：桂枝4两去皮，甘草2两制，上2味，以水3升，煮取1升，去渍炖服。我们先明确这个药物的组成也就是桂枝和甘草。这里的桂枝我们特别提过吧，就是只要是《伤论》里记载的桂枝，其实都是肉桂。尤其这里提到去皮，那如果是桂枝的话，它是嫩枝嘛，你再去皮的话就没有东西用了，是吧？但是肉桂不一样肉桂它就需要去掉外面那一层皮，是吗？至于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肉桂视频有提到，大家可以看回去。但如果大家自己看古书就要先辨别这个古代的药物名称和现代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每个朝代的称呼还有这个社会的习惯用法，地方用语对不一样，对，所以大家不要搞错那如果临床效果要好一点的话，大家最好用肉桂因为有效成分比较多那真的没有办法，也可以用桂枝但是量要大一点。那比如说你肉桂用10克，那桂枝要用20克这样再来就是甘草，原文说要制现代的制是用蜂蜜炒嘛，对吧？那古代不一样，古代就是单纯的用火烤那个叫制那么这个火烤有什么作用第一个就是减少水分因为甘草是生药嘛所以烤一下可以把这水分去掉，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第二个作用是它可以软化这个甘草细胞的结构，有利于它的有效成分释放这一点是被现代医学证实的。那么现在大家市面上买到的制甘草基本都是用蜂蜜炒的也是可以用但是有一部分重量它是来自蜂蜜嘛，那就用量加大一点是吧？加1倍比如说古书说用5克，那你可以用10克，这样没有问题。那好像我们习惯用生甘草的话，那用之前可以把它炒一下，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药量用多少这里说4两桂枝和2两的甘草这个两是多少克？在中医界至少有10种说法是吧？所以大家不要纠结最重要是抓比例，对吧？2比1比如说10克的肉桂就要配这个5克的甘草这样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用多少克是要根据我们预期的效果、那个病情的轻重、药物的配伍关系考虑的就是虽然我们不知道1两是多少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药量是多是少。怎么说就《伤寒论》是张仲景的用药经验嘛，那么就会有习惯的用药量比如《伤寒论》里有80多个方子用到桂枝那一般仲景习惯的用量是多少？他习惯用3两，比如说桂枝汤也是3两那么这里的桂枝甘草汤用到4两桂枝所以就等于是说它的用量是比它的常规要大的，对吗？那么有的人说3两和4两好像差不多是吧？那就未必具体就要看我们认为东汉末年的1两到底是多少克。听过最多的14.9多少？14.9是吧？比如有的学者说1两是3克那么3两跟4两就差3克，那就没差的感觉但是有的人说1两是30克那么3两4两就差的30克这就不小了所以这里大家要知道是桂枝甘草汤里的桂枝也就是肉桂它是用大剂量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常用量是10克的话，那么这里就要用掉30克。那么为什么要用到大量的肉桂其实也是跟这个病情有关，发汗过多对，病情急嘛，那个心脏随时要休克的所以才用大量的。这里用2两的甘草是它的常规用量，那换句话说这个方子里的肉桂是用大量的那甘草是用常规量的。那按照我们现在习惯来讲肉桂差不多是30克，那甘草是5克，10克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多数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老师用的甘草5克有7克3克也有1克也有对杨树这个就要看它适应症是什么。我们说这个15克嘛，它是针对它最初这个吃了过量麻黄以后出现的药源性的心律失常。那如果是后世拓展就不用那么多了我们用常规量15克左右甚至你刚刚说的更少也可以那我们再来看看煮法它叫以水3升，煮取1升，就用3升的水煮剩1升就可以关火了那么1升是多少大家也不用纠结现在我们比较精准，我们会用一个公式来计算一开始加多少水就是这个药材的总重量乘 1.8， 然后再加600，最后再加上最终我们要得到的药液量这就是你一开始要加的水量
比如说我的药材的重量是100克，那你乘1.8就是180克，最后我可能要得到500克的药液，加起来就是685，然后再加上公式里的600，那么最终就是1280，所以我们最终放1200到1300克的水就可以了。那么怎么煮药？第一步浸泡药材10分钟，可以直接用这个煮药的水来泡，泡好了就可以直接开火记得不要把这个泡药材的水倒掉，这样会浪费掉这个药材还有就是最好选一个大一点的药锅你药太小的话，那个药材泡不到，然后它煮的时候也煮不透，对吧？对。然后第二步就是开大火，等水滚开以后就转小火这个小火多小合适因为每个人用的锅不一样，然后你那个火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教大家怎么判断，就是那个水面它有微微的波动，还在跳舞这样这个就叫小火一般用小火煮个25到30分钟就可以那过程里可以用这个锅盖盖一半留一点缝不要全盖起来如果是第一次煮药或者是用新的药锅那么最好时常看一下不要煮干因为你煮干了过后那个药是要丢掉的你不可以再用了而且你也不可以中途加水为什么？你中途加水那个温度不一样，它那个有效成分释放又会影响，所以如果大家担心水少的话，最好一开始加多一点水对吧？不要中途加那么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关火，把药渣过滤掉。这里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我们要趁热过滤这个药渣。为什么？如果它冷了的话，那个药渣会把药吸收回去，对吧？那个你最后煮出来的药就少了。不能放太早对，不能放太早，不要等它凉了，你趁热给它过滤所以大家过滤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不要烫到那过滤以后我们把这个汤药放冷就可以喝了。那么这个最终的药量其实不可能和这个公式计算的是一模一样但是不会差太多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那如果你煮的药要分2次喝，那你就分2份。那如果你是煮2天的药，要分4次喝了那么就分4份，是吧？剩下的就放冰箱要喝的时候加热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还有的人他会想要煮2次，是吧？怕浪费。2件、3件、4件那也太多了那么也可以那就把这个过滤药渣再加一点水，盖过这个药渣，煮个5到10分钟就可以那么第2次煮的药就可以和第1次煮的混在一起喝，也可以加餐喝，多喝几次但是这也要记得如果是作用比较猛烈的药那么煮1次就可以了你不要一直煮，那麻黄汤一直煮来喝点不行所以每个药方它有自己合理的服用方法这也是关键所以我们讲到具体的方的时候也会特别讲大家要留意一下那么这个方子怎么喝？桂枝甘草汤叫做去渍炖服，去渍就去掉药渣嘛，炖服就是这一升的药一次过喝掉，所以比较紧急对，这一升其实差不多就是200毫升那还能灌得下去还有意识对，还可以的那一般的药方在商人里都是分3次喝的，你煮出来了过后分3服，对吗？每次都是喝1升但是这个方子是炖服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方子是为了解决这个药源性心律失常，对吗？它不是原发病所以你不用一直喝嘛，只要把这心律恢复就可以停药所以喝1服就可以了所以这也可以看出仲景他的信心，是吧？炖服你喝1次就可以了那最后再提一下这个主要的锅这最好是陶瓷还有砂锅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用不锈钢的，对，还有这个玻璃的锅也可以的。那如果真的有病其实最好就是抓药煎药那如果是小病小症状的话，其实你拿个保温杯泡药也是可以的。上次我妈妈喝的就特别好因为她比较想要简单嘛就直接泡然后1天泡个5到7杯保温杯就解决了她的心脏的问题对，你泡的话就要多喝当做开水这样喝对还是很有效就马上症状就止住了，没有胸闷憋是吧？大家要煮药那就要累积经验你要多听多看我们的视频而且自己用多了自然就会拿捏就像有些人开玩笑说这个西餐的大厨他用这个调味料都是用几克算很精准是吧？但是中餐的大厨不一样随手一捏就是对不对是吧？这其实也是中西用药的不同所以有句话说这个适当的模糊才是准确过度的准确反而是模糊的。所以如果我们给大家一个死的标准那大家在临床看到不同的情况就懵了就不会应变了不用怕
药还是很安全的，中草药嘛。对对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经方是虎狼之药，就有点过了，有点过了，要看什么。对对对。因为临床其实父子300克的，也是很多老师在用。最重要大家知道怎么用，那就没有问题。所以大家最好跟着我们一步一步学习，是吧？我们每周会发布2到3个视频，这些都是临床的实用干货，学了一定有用，小病可以自己解决，大病也好商量。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欢迎提问，我们会及时回复大家。好。